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钢铁新设计的这一套新的三变战士闪电。因为是拿到的首发样板件，所以在装配过程中有一些东西可能还不是像大货那么的完美，还有一些零件的地方需要再次修改一下。主要我们这次也是看一下造型，还有它的变形设计如何。首先来看人形，为什么我们今天调了一个这样的光呢？这又说到镜头感光的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本身肉眼看起来这个件是很紫的一个颜色，相当的紫，很正。但是如果你换成平时我们拍摄用的白光的话，就会变成蓝色，很诡异。如果是换成暖色的光，正常一点呢，它就会显现出来，这个基本上和肉眼看到的紫色效果是差不多的啊。刚好我的收藏里边还有G1的老闪电，确实我对这个三变战士是有特殊情节的。现在对比来看吧，两个的紫色几乎是差不多的，但是你换成白光以后，你看镜头里边就又都变成深蓝色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紫色是没问题的，但是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黄色米色的板件它没有G1的玩具调的这么深，更多的像是动画片里边，但是对于动画片里边这个颜色可能也有一点浅，它是发米色而不是像这种卡其色一样。这个颜色的问题我倒是跟他反馈过了，看看将来以后能不能出这个G1玩具的配色调成这种深深的卡其色，还有就是把这些合金件的地方换成电镀色，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吧。出一个G1玩具的配色，身上再加上这种仿G1式的贴纸，很有味道。对比一下动画片里边的人形，其实还原度来说还是非常高的，身上的一些元素包括它的体型，而且大腿的这一块确实是两个倒着过来的梯形拼在一起了，腿部的垂直尾翼以及后边的喷口变成的脚丫子，这一块的还原度相当的高。身材方面，包括肚兜这一块的一些造型，头雕做的也是挺漂亮的。肩部的这一块，侧面这里来看，这一次的闪电背包会很大，而且这一块的零件非常多，又有合金件。这一回的设计其实主要还是在玩这个背包啊。但样板件的关系呢，胯部、腰部以及膝盖关节这地方会出现很大程度的虚位。如果说你站直了的话，其实这个脚后跟的存在的话，它是撑得住的，只不过这些虚位的问题会导致人有些后仰。这个倒是钢铁星说看大货的时候开工了以后，在工厂里边把这一套齿轮整个都换掉，换成那种小齿的，然后硬一点，它就没有虚位了，这样就站立的稳固了，而且是直直站出来的。转到后边背包来看，这里会出现两节非常粗犷的履带，而且背包这一块的还原度非常的高，它把里外面进行了一个翻转，跟动画片里边的这个背包的样式是差不多的，包括上面的刻线，只不过这些履带没有办法隐藏起来了。腿肚子后边这里的颜色不一样，这个板件还是那个米色的板件，如果说能换成紫色的话就好，不过这个也是为了照顾坦克形态。人形对比下来的效果，其实这一款的还原度还是非常高的，基本上元素也能达到个70%-80%甚至更高。尤其从正面看起来的话，跟动画片里边也是非常相近的。但是有一点我个人不太满意的地方，背包的肩膀后方有一块这样的零件，它在坦克形态下是护履带的前方那一块，现在只能折到这个位置。我有想过啊，我说星星能不能把这个面这切一个倒角下来，把这里切一个倒角，轴这里不用动啊，让它能折到90度打平，哎，这一块会整合起来，而且这个小盖板嘛，也相当于给这个地方稍微的堵着一点点，我觉得这样的效果会更好吧。就看大货到时候这个地方能不能改进了。反正现在我能挑的毛病，也就是这一块看起来有一点点累赘。拿起来很有分量，挺重的一个玩具，身上的板件也很厚，合金件也多。头雕这一块刻画呢，其实还原度也不错，但是有做重新修正的美型。另外会带一张张着嘴的替换面雕。配套的武器大剑大枪也是闪电的标配了，造型来说还不错。可动方面，头部360度旋转在一个球关之上，而且这里有多做一个独立的折叠关节，可以抬头抬到很高，这闪电飞在空中的时候。肩膀平举，根部是齿轮关节，上抬90度没有问题。二头肌根部可旋转，肘部采用双关节，
也可以曲臂达到180度。手腕这里360度旋转，而且有一段折动的关节，让这个手腕可以前后这样去活动一点点，剩下的全指可动。腰部左右旋转可以达到个30-40度吧，因为后边的背包这里会干涉到，但正常的转腰、摆造型什么的问题不大。有独立的弯腰关节 ，Z 字折叠可以把它拉出来。拉出来以后，你再旋转腰部的话，可能幅度就会更大一点点了。裙甲撩开，前踢齿轮关节踢的还是很稳的，但是这些齿轮都会有虚位，这个是在后续要调整的。后踢也能踢到很高的距离，侧踢也是齿轮，大腿根部360度旋转，膝盖双段齿轮关节折动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腿部在膝盖的内侧这里还做了一个挡肉板，不会看到镂空的地方。脚踝左右有接地，幅度还很大。前后这里因为变形的需要，也可以旋转一定的角度。整个这一块下方是合金件，同时因为变形的关系啊，下方这里撩开裙甲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转动的。所以即使说你这一块如果卡住了，腰部这里扭不过去了，稍微打开这个卡扣，下半盘这个地方还是可以转的，起到一个辅助的摆造型吧。当然我相信大家更在意的是它的变身过程了，而且现在毕竟是一个样板的东西嘛，我并不知道它开盒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包装形式，所以我们只做一轮变形，人到飞机到坦克。那如果说想看逆变的朋友们，或者我们等到大货的时候吧，看看它包装里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形式，再做逆变。变形的第一步，我们先把胳膊折起来，旋转一个90度，打开这个盖板，拳头折回去，盖板翻折贴在这里即可。然后打开裙甲，翻出来，把下方的这一块旋转180度，裙子不要动啊。卡过来以后，让前裙甲把这里再锁住它。放下来以后，打开腿部这一块的卡扣，注意这里边有2个维度结合的锁点，一个在腿部的内侧这里，一个在前方这个位置，同时把它解锁开。这个料子还是很有韧性的，这里的这一片小挡肉件把它翻进去，关节堵起来。再往开拆腿部的时候，注意外侧这里紫色的板件上边还有一个锁扣点，接着把这一块脚踝接地关节折一个90度出来，后脚跟折叠进去，这一块双折叠靠上来，另外的一片喷口先折起来，然后这个脚尖旋转180度，再贴回去，跟这个斜切面进行一个拼合，组成了一个喷口。现在的这个样板阶段，很多的轴还挺紧的，再把这里旋转180度放出来，引擎把它变好归位，膝盖这里脱开 V 字折叠，拉下去，装好，然后这边锁上，齿轮掰好，2条腿这个时候就可以结合在一起。这个板子不要盖，先变成现在的样子。拉开翅膀尖儿，横折90度，缩进去，卡扣扣上。打开下方这里的挂钩，先把它拉出来，上折90度，放在这里备用。尖头的这个造型零件拖出，打成这个样子，腾开所有的空间，肩膀立起来。背包这边跟炮台卸开卡扣，让出更大的空间的同时，推下方的滑道，把这个滑道推开以后，我们才能整个的把它解松。然后把这个盖子打开，侧方的维度锁定卡扣拆开，胳膊绕一圈，绕到背面来，放在这里贴合。接着尖头先拉开位置，注意这一块多段的关节轴的联动，先把下方这里折成一个 L 型的90度，然后往里包。包进来以后，打开这个弹簧盖子，
把这一节旋转90度，然后 Z 字折叠拉下来，藏到这个盖子的里面去。这样完全拼合好以后，把这个假的导弹双关节卡住，翅膀放下来，两面维度的锁扣卡住，卡住，滑道缩短它。锁下去以后会有嘎哒一声的锁定。好，两条胳膊我们现在处理完，整体的180度就可以先翻折到这一面，不用管它了。现在我们先不锁啊，然后整体这个炮台的地方要拉起来，根部这里的紫色板件，它在人形的时候是进行了一个 L 字折叠的，在飞机形态下我们要把它放平这个双关节。腰部归位，这一块整合成了一个面板。变到现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再把前方胸口的位置旋转个180度，打开胸甲两边的装饰片，90度立起来，拆开卡扣，先把它腾开。腹部的这一块装甲抠开两边的卡扣，立起来中间的小板子，旋转180度。把这里边的一个边缘再抠起来，放下去。放下去的时候也要注意，根部这里有一个双关节，我们往起提一下。再把这一块的卡扣插合到底，左右这里夹合的卡扣，我们套进这两个紫色的板件中间。好，完全套住以后，挂住腿部。这两块整体往下放，中间这里会出现多段的卡扣，然后进行结合。全部拼起来插合好以后，这一块腰部就被锁定住了，而且整体的紫色的这一面露在了飞机的上方。此时翻到另一侧来，我们把头部这里打开，后方的盖子整体的拉起来。脑袋旋转一个90度，打成横向的，然后通过后方的这块板件旋转，藏到肚子里去。这里有两个装饰的挡肉件，把它立起来，也是进气口的位置啊，把这块放好。飞机的头部从里边翻转出来，驾驶舱立起来。这一块要先折叠出起落架，不然下方这里的一个双关节会绊倒。把这块放到前方。鼻尖旋转折出，这个的变形跟 NA 的红蜘蛛那个机头变形的角度有点相似啊，横着过来，再折叠，然后左右夹合，上方这里的卡扣，驾驶舱的位置结合。接着在密合这一块的时候就比较难操作了，因为两个进气孔下方这里有两个卡扣插点。要插到这两个扣子里边，但是呢，前方这里还有一个干涉的地方，所以不太好过啊。过去以后了呢，又找不着那俩窟窿了。你看现在又对不准了，所以这里还是需要借助一点小工具。当把它让过去以后，往前拨一下，拨到了对准这个插孔，两边全部对准，同时进行。好，把这两个卡扣全部插到位，然后把这一片紫色折叠插到这个缝隙里。炮台的位置打开，这里边连接的两个卡扣点，我们把这一块先翻折出来。翻折出来以后，炮口旋转180度藏进去。对于闪电来说，在人形的时候，其实后边背包里会立起来一个炮口，再把它结合，整体的把这个盖板拉到一个最长的距离，放到腿肚子中间的这个窟窿，把它夹进去，
然后把这个盖板折叠，注意上方这里卡扣的位置，结合包起来。哎 ，OK 了。最后一个细节，后方的2个小起落架。对比一下动画片里边的造型，飞机的还原度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还是需要调一下光，不然这个蓝色太怪了。调成暖光以后，它就会显示出来正常的紫色了。后方这里可以说密合的也是，主要变到位以后啊，这块机身、翅膀密合的都很好。尾部的喷口，这里的造型也是非常相近的。而且下方这里的导弹，这个地方原来在G1玩具上面是一个弹射装置。只不过这里舍弃掉了，而且机腹下方这一块，坦克圆圆的这个炮台啊，在机腹部下方变成了一个方舱，而这一回呢，使用了2个多段折叠的盖板把它糊起来了，就感觉和G1动画的味道很接近了。不过这里边有一个很尴尬的点，就是G1动画在制作的时候啊，玩具没搞清楚，他们就把这个动画做完了。闪电是一个最大的 bug 问题。现在看跟还原动画里边的形象是差不多的。其实呀，G1玩具的闪电呢，在原始的设计里边，它是有水平尾翼的，在这里，这也是G1玩具很容易忽视的一个点啊。它这个水平尾翼藏在了履带这一侧，是可以翻转出来的。然后卡住，所以呢 ，G1动画在制作的时候没搞明白这个玩具怎么玩，就舍弃掉了。动画里边就完全没有水平尾翼的存在。其次呢，是这个炮台，在动画形态里边吧，这直接变成了一个方块。其实玩具里边变形的过程中，应该是炮台扭180度，炮朝后这个地方。炮台顶端这个地方会出现2个小半圆，其实目的呢是为了模拟后方的起落架轮子。所以你这样放呢，你的闪电才会稳稳地立在地上。当然，我见过很多朋友们喜欢把G1的闪电这么变，炮冲前，这样也对。但你会发现你的飞机形态根本就立不住，因为后边这一块太重了，而且你的后起落架轮子到了中间就成了一个跷跷板，这样是不对的。真正的变形它应该是这个样子。还是不错的，还原度都很棒，而且闪电后边厚厚的这个机翼，这一节都完全模拟了出来。前方的进气口这里也做了很细心的盖板来堵起来，不过这个盖板在安装的过程中不是很方便，需要借助一点工具来找到它的卡扣。最好玩的还是模拟出来了这个弹射的飞弹，当然这个是假的了，不过造型做出来了，很对胃口啊。后边的引擎。飞机形态做的是真的不错。接着我们继续来变形它的坦克形态。坦克形态变身之前要做一个小动作，先把这2个导弹头抠掉，弹射的根部旋转180度，把这里摊平，一定要把这2个关节都转正了，这里露出一个方孔槽来。翅膀拉出来，旋转180度，立上去，备用。先别管它，翻到底盘来，我们先把根部这里打开，把它的炮台先变出来。炮台拉出以后，整个的拆分，打开，这里边是整体的装着一个炮台的。先旋转的过程中啊，我们要避让一下空间，把这个打成顺撇，然后上方这里旋转180度，把这2块再旋转180度，放到2侧来，接着整体再转180度。说白了，它等于转了一片中间的这个紫色的面板朝内，炮口拉长，旋转出来，进行结合。只是为了一个面的换色呀。拼合好，两边的锁扣再锁上。炮台的位置先折出来。当然，你在变形的过程中，如果说飞机形态下想要模拟G1玩具的那个底盘，也可以直接变炮台变成这个样子。打开翅膀中间连接的卡扣，这个地方咬的还是挺多的。
这里拉松，腾开角度。我们把这一块喷气的引擎180度折叠进去，这一块不用管。翻折进去以后，再把后边的盖板折一个90度，拉下来插上。两条腿现在可以合并在一起卡住。侧方的垂直尾翼拉下来，稍微撇一点，注意这个卡扣的位置，插进去定位，放好。然后侧面这里的两片，腾开空间往起立，裙甲解锁，从下方这里拧个180度，转到这面来，再锁住它。炮台往后折，此时拉开上方这里的一个胸板盖子，这两片进气口放进去，机头左右拆开，鼻尖先折叠成横着的，再转过来倒角，再让过去，往下贴合。根部这里双关节往内搓，搓过来以后，用这个起落架把这边锁上。另外一边也是让过来，扣进去，双关节打成这个框子，驾驶舱折一个90度，整体的翻折腾开空间。然后解松这一片板子左右的卡扣，副甲拉起来，旋转180度，这个盖板收起脚来，双关节藏进去，盖成人形腹部的样子。这时候就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填到这个空间里。填的过程中注意啊，在头部这块过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阻挡，建议同时的进行，一边折成斜着，一边再折斜，这样同时的进行，就可以把这一块完全的装载进去。好了，机头、人头，包括腹部的这块遮盖板，现在就全部藏到了上半身的空间里。好，这个时候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让开，上半身再旋转180度，就是回归人形的一个过程了。继续拼合背包这里的双关节，把它压平，两边全部压好。这两片小零件继续藏到侧面的这个缝隙里边去，整体的拉过来。现在我们继续要把上面的这一边换到下方来。这个的变形过程呢，其实跟人变飞机的那个意思是差不多的。先打开这里所有的维度，上下的两个维度锁打开以后，腾开空间，这里整体的翻折出来，也是腾开角度啊。这里拉开，旋转到外侧，腾开这个胳膊过的一个过程，先立一个90度，整体的这个板子让过来，然后再折一个90度，胳膊放平。这里的两个卡扣结合，插进去，注意根部紫色的板子不要翘起来，尽量把它还是要压平放好。把这一块三角区立到正确的角度上，先放好吧。然后根部这里的关节注意，整体的拉下来，然后推一下，让这个凸头凸出来。翻折的过程中，把这个导弹头也拿出来，插到里边，藏在这一侧。然后从这个角度看，胳膊先往出拉一段齿轮，往内折叠，在折叠的同时，胳膊再推进去，一起卡。放好，检查一下这些关节有没有到位。OK， 翅膀对准滑道放好，90度折下来，卡扣，这里也是两段咬合，插满，边缘折下来。另外一边打开卡扣，注意过这个地方，
一个是双段关节的倒角，一个是边缘的这个卡扣，插满这里，翻起来这个边缘的竖着的桩子，插到履带的内侧。另一边全部固定好，再把这一块 Z 字折叠的卡扣插满。最后炮台折叠下来，注意这个边缘这儿还有2个小凸，把这2个小凸再卡下去。其实总体来说呀，这个三变战士的变形逻辑并不难，变形的过程中也算是逻辑比较清晰的。坦克的形态处理的也是非常不错的，而这一次钢铁星的这款闪电，可以说3个形态几乎都做的差不多，而且都是在形态下能取得一个很高的分数。坦克下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呢？这里会出现一个卡扣，而且是一个喷了漆的卡扣，在插合的过程中，这个卡扣肯定会磨漆，这个掉漆是不可避免的呀，而且插这里磨损量很大的。变形的过程中，无论是哪个形态的转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关节的重要性，因为它涉及到履带的上下挪动，以及前方这个三角区横折90度的避让，它涉及到的是胳膊的上下转动空间。第一次上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懵，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在玩的过程中尽量参考一些视频的变形教学，我觉得会比说明书更加的直观吧。坦克形态下360度看，问题也都不大，履带刻画很漂亮，上边的炮台这里炮管其实是可以伸缩的，也是变形的需要。这里360度旋转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当然，如果你把下方的卡扣全部卡紧了的话，吊起来它都不会散掉。主要的关系在中间这一块米色的面板，左右的插合卡扣让这2块紫色把它夹结实了就好了。样子还是挺像的，而且这一次的坦克我觉得会莫名觉得特别的宽阔，很重型的味道，厚度也可以跟动画片里边也很相近了。背后这里也是整整齐齐，炮口这里也可以上下的抬动，但坦克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当时在做动画的时候根本就没搞明白这个闪电的3个形态的设计元素。动画片里边它坦克形态就是这样的，这里就是露着一个飞机的机舱以及一个大窟窿，包括动画片里边的造型也是能看到机舱凸出来的这一块以及这里不平整的面。问题就是 G1 玩具人不是这么变形，G1 玩具坦克的原始设定这面才是正面。这里首先会看到加厚的装甲，而且前方这里的2个大灯，动画片在制作的过程中就是把这个东西弄反了。而且如果说你有 G1 的闪电或者看过 G1 的外包装的话，你会发现它无论是说明书还是外包装的峰会，坦克形态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呀，它的坦克形态的元素还是照着 G1 动画的形象来，而且在 G1 动画上面做了一些补足。整体最后来评价一下3形态的造型，对于还原度来说都已经做得非常高了。三变战士把3个形态都能做好了，挺不容易。做工用料很扎实，板件很厚，该用合金用合金，该用尼龙用尼龙，也是能保证了它把玩时候的一个安全的程度。但现在毕竟不是最终的大货，样板件的阶段主要是出现在虚位的齿轮关节上边，这个在大货的时候会调整的。在变形方面以及还原度方面来说，我觉得已经问题不大了。之前一直在说钢铁星啊，它在设计东西的时候会出现很半手的情况，尤其是以曾经的 TE 擎天柱和后续的 DS 的红蜘蛛这2个模具尤为突出。但通过这一次的把玩下来，闪电虽然说是一个3变战士，我一开始想象它应该会很复杂很半手吧，但其实实际上手玩还挺流畅的。相比来说啊，比红蜘蛛和 TE 的擎天柱都要流畅很多，你变形的时候盲变稍微研究一下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你变到每一个角度都有卡扣等着你去锁定它，去加固它，这一点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啊！所有的卡扣都密合完了以后也是整整齐齐，3个形态都可圈可点，足见这款闪电也是玩家关注度比较高、呼声比较高的一款产品吧。只可惜啊，目前来说这个闪电的颜色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米色太过白了，确实应该再深一点做卡其色。最终啊，现在我能和钢铁星反馈的问题就是：第一，颜色；第二，卡扣的虚位；第三，人形态下这两个小零件看起来有点突兀，横折90度遮盖一下，目前比较好。如果各位对这款闪电观看完了以后还有什么建议或意见的话，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边留下你的言论，到时候我会统一总结起来反馈给钢铁星。等年后吧，这款产品在继续生产的过程中，能不能把玩家提到的这些意见或者建议通通的改掉，来呈现出一款让玩家更满意的作品。那这一期钢铁星的3变闪电就到这里了，记得关注和点赞，我们下期再见。